老头撞了别人的车，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并表示如果真的撞了，那只能说对不起。说罢转过头去付账，不再理会两人，极不情愿地掏出了自己的钱包，大佬数了数有400块，这让他很满意。此时，旁边的小黑提醒他该走了。天，老头正在吃早餐，一个戴礼帽的老爷子走过来，礼貌地打了个招呼，然后坐到了他的对面。老爷子看了看老头的脸，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老头不明白 Sorry, I know you. 原来他是图库的二大爷，他代表他们的家族来给老头赔罪。二大爷表示自己这个大侄子从小就是个莽夫，不懂得尊老爱幼，让他进监狱再好不过，正好给他一点教训。但是持枪抢劫、殴打老年人要判10几年，有点太长了。他希望老头告诉警方枪是自己的，这样能让图库少蹲几年。这显然是要把老头往火坑里推，他当然不愿意。但是二大爷已经调查过老头的背景，知道老头当过警察。他觉得警方不会为难一个老同事，而事成之后，他会拧着图库的耳朵给老头道歉，还会给他5000块钱作为答谢。说罢，留下咖啡钱走了出去。Think about it. 麻烦还是找上门了，被塞拉曼塔家族盯上可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老头也不是轻易屈服的人。第二天，老头下班回家，门口坐着一个小便。老头明白，肯定是二大爷的人。显然他们已经对老头的工作和生活了如指掌，小便是来要老头的答复的。老头想了想，最后还是拒绝了。Respectfully, I'm gonna have to say no. You sure about that? I am. 他走进房子，把新买的欢迎光临和几包副鞋子拿了出来，然后把它们一起铺在了门外。夜晚，老头下了晚班回家，他警惕地掀开门口的地垫，下面的纸上布满了脚印，至少是2个人留下的。又摸了摸门上的锁芯，有人动过了。随即，他掏出手枪，轻轻地推开了门。他悄无声息地搜寻了自己的房子，搜寻了一圈，最后锁定在了一个卧室。他没有急着冲进去，而是打开电视，想引蛇出洞。果然，卧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里面走出来2个鬼鬼祟祟的人。老头一套3连送给了他们。Get down. Get down. 他没收了2人的武器，然后打开了灯。小便赶紧认怂，他表示自己只是来带个话。老头赶走了他们，疲惫地走到卫生间清理手上的血迹。这样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他的家人可能也会受到牵连。想到这里，他的右手忍不住地颤抖了起来。注意看前面的天台，2枚卤蛋哥并排站在那里。右面的卤蛋举起右手做出了射击的动作，而他瞄准的是正在水池玩耍的小女孩。他歪了歪脖子，挑衅地看着下面的老头。老头炸了，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威胁到了家人。他的生活里只有孙女一个人。直到这一刻，他终于想明白，真的有必要找二大爷聊一聊了。当晚，老头来到二大爷的甜品屋，卤蛋哥的皮鞋在地板上张牙舞爪地等待着。老头看了看皮鞋的主人，又看了看被自己打服的小便，最后来到了二大爷的旁边。二大爷示意他坐下，随即开门见山。Tomorrow, you go to the district attorney and you explain to him that my nephew's gun was yours. Make up anything you want, I don't give a shit. But it's your gun. The price is 50. How about the payment is you get to leave? I say the word, my nephews go to a certain motel, pay a visit to your daughter-in-law and your little granddaughter. Consider your position carefully. I got my money. Or neither of us walk out of here. You willing to die for this? Maybe I need the 50,000 more than you do. 老头最终还是拿捏住了二大爷的心理，他就侄子心切，不会在乎这点钱。二大爷同意了。没过一会儿，小黑就把5万块送到了老头的家里。That thing we did, he finds out we're both dead. You get that, right? What thing we did? 老头从里面拿出2万5交给了小黑，他之前收了小黑的钱，故意设局让图库入狱。但是现在事情出现了变数，图库有可能提前放出来。老头是个讲原则的人，不该拿的绝对不会拿。第二天，老头如约来找地检官，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风骚律师索尔。He's decided that he can no longer, in good conscience, claim that the gun found at the scene belonged to Tuco Salamanca. 地检官很无奈，他问老头是收了贿赂还是受到了威胁。老头只能默默地离开。为了家人的安全，他选择了暂时向恶势力低头。跟他们硬碰硬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此时此刻，他的脑子里已经浮现出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男人把刚舔完的雪糕棍插在了地上，他用雪糕棍记录着自己在鬼门关走过的次数。他叫老崔，悲催的崔。老崔是跨境贩毒集团的运输司机。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拉了一批货过边境线。边境线的检查很严格，警察带着警犬仔细地搜查着车子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一个老司机，他一脸淡定地等待着。结果出来了，这次仍然没有搜查到他的货物。老崔从被抽查的箱子里面拿出了一根雪糕，放进了嘴里，又开了一段行程。他把车子停在了路边，然后下车朝一处空地走去。那里有一块大石头，他搬开石头，取出了下面的手枪，然后把嘴里的雪糕棍插在了地上。他的安全驾驶记录又增加了一次。夜晚，老崔顺利地把货物送到了毒枭的甜品屋，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不远处有一双苍老的眼睛正在盯着他。老头为了报复这伙人，已经盯他们好几天了。他们从境外运货过来卖，然后第二天又把钱送回境外，不管是钱还是货，都是通过这辆雪糕车来运输。老头的目标就是送往境外的钱。他们的藏匿手段很高明，每次都能顺利通过边境的检查。可惜这次碰到了这个老头。老头经过几天的跟踪，发现他们每次都是从一个车库出发，而这个车库的外面摆满了废轮胎，钱藏在哪里，再明显不过了。弄明白了这些，下一步就是劫车。老头需要一根长长的地刺，为了不留下购买记录，只能自己制作。他买了一个长长的水管，然后跟孙女一起玩了一回打孔游戏，最后用钢钉一个个的穿过了那些孔。地刺做好了，该行动了。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老崔开着他的雪糕车哼着小曲。其实，在去往境外的公路上，前方不远处的灌木后面，一个戴面具的男人手里拉着一根绳子，紧张地等待着。车子越来越近，男人看准时机一拉，地刺像一只巨大的蜈蚣横在了公路上。老崔根本来不及刹车，轮胎被扎爆，车子摇晃着扎进了路边沙地上。他紧张地掏出手枪，缓缓走下车查看。下一秒，冰冷的枪口顶在了他的头上，老崔被制服了。老头摘下面罩，拿出了电锯。果然，他们把钱藏在了轮胎里。老头把它们装进了自己的后备箱，然后往前走了几步，站在无人的旷野上。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啊！他希望这件事情能引起警方的注意，从而一举端掉毒枭的老窝。可是他苦苦等了一晚上，第二天的报纸上并没有出现这个新闻。正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电话响了。小黑约他在老地方见面，两人都有各自的问题要问对方。小黑想知道昨天的事情是不是老头做的，在他的记忆里，想钱还留活口的事情只有老头做得出来。他担心老头被指认出来，进而牵扯出他和老头陷害毒枭大侄子的事情。老头让他尽管放心，他做事从来都是滴水不漏。小黑放心的正要离开，老头叫住了他。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上报纸。 Guys, we cleaned it up. How's that? After you left, the Good Samaritan came along and said, "Oh my God, oh my God." He cut the driver loose. The driver called us. We came out, got the truck. Made it like it never happened. And that good Samaritan? Hector shot him in the face. 我不杀活人，活人却因我而死，这让老头懊悔不已的同时，更加加深了对毒枭的仇恨。野外一处空地上，老头正在调教一把 M40。他终于下定决心亲手除掉毒枭。毒枭在郊外有一个据点，专门用来处决犯错误的手下。悲惨的司机老崔已经被押到了那里。老头不想让老崔也因他而死，他要赶在老崔被处决之前动手。他爬到一处山头，架起了刚买的 M40。前面是一个小砖房，老头静静的等待。门开了，老崔呜啊喊叫着被几个人拖了出来。紧接着，一袭白衬衫的毒枭带着小飞走了出来。老头手指搭住扳机，瞄准镜锁定了毒枭的老脸，可是被上前一步走的小飞挡了个严严实实。老头恨恨地调转镜头，他终究是没能救下老崔，又转到毒枭这边。可是直到毒枭走回屋内，也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正当老头咬牙切齿的时候，突然一阵喇叭声响起，来人了！他急忙收起枪，向着声音寻去。原来是自己的车被人动过了，但是附近根本没有人影。他的挡风玻璃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这么做。”老头仓皇逃离现场，他把车开到一处三岔路口下车查看，但是围着车子找了一圈，并没有找到追踪器。他没有放弃，接着又把车开到了一个回收站。他举起车子，开始检查每一个角落。直到老板过来提醒下班，老头仍然没有找到追踪器。他把车送给了老板，在等出租车的时间仍然在琢磨，如果没有放追踪器，他的行踪是怎么暴露的？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眼睛一瞥看到了一个油箱盖。他问老板自己那款车的油箱盖是什么样的，老板告诉他，那款车油箱盖的底部是蓝色的。他瞬间想到了什么，急忙跑出去查看。
回到家已是深夜，他还有一台车停放在家门口。他拧开那辆车的油箱盖，拿进了家，不出老头所料，也被人换过了。他拿出里面的追踪器，把它放在放大镜下面抄下了型号，然后又装了回去。他暂时还不想打草惊蛇。第二天，他提前下班，并把追踪器留在了自己的工作场所，然后开车来到一个废弃火车站。他叫来黑市老板，想让他弄到一样型号的追踪器。老板很效率，天亮的时候已经办妥了这件事。老头在家认真学习了一天，终于掌握了追踪器使用方法。接下来该他反击了。他再次把油箱盖拆了下来，把对手的追踪器换成了自己的，又在对手的追踪器电池上接上了收音机。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电池很自然的耗没电，对手失去追踪信号势必会来更换。那时候，老头的追踪器就被对手带走了。一切都如老头所料。半夜，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出现了。老头带上了接收器和枪，悄悄地跟了上去。小强带着老头的追踪器接连去了好几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拿一沓钞票离开。这种模式老头很清楚，8成是一伙贩毒势力。跟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小强终于背着满满一包钞票来到了他们的老巢洛伯罗炸鸡店，而追踪器的信号也停留在了那里。为了调查这家店，老头又买了台2手车，同时给索尔打了电话。有困难找索尔是他一贯的准则，他想让索尔查清楚幕后老板，而他神神秘秘的样子也让索尔来了兴致。索尔点了一份3块钱的炸鸡，然后坐到一处角落观察着一切。不一会，小强背着包走进来了，索尔假装继续背，观察着小强的一举一动。小强找了个位置吃起了快餐，索尔换了一个更靠近小强的位置，死死地盯着人家的背包看，而他不知道，他的身后早就有双眼睛在盯着他。小强吃完饭背上包就走了出去，他看着小强收拾好的桌子，好像猜到了什么，随即自信的一笑，然后钻进垃圾桶翻找了起来。而这滑稽的一幕全都被炸鸡叔看在眼里。索尔趁自己的手表掉进了垃圾桶，炸鸡叔热情地帮他找了出来，这同时也是在告诉索尔，这里面什么都没有。索尔灰溜溜地来找外面的老头汇报情况，他毫无收获，这让老头不禁怀疑起了自己的判断。而就在不远处，有一双眼睛早就看穿了他们俩的一切。老头并没有放弃，他又连续盯了好几天，记录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直到一台越野车的出现引起了老头的注意。那辆车直接开到了炸鸡店的后门，过了片刻又开了出来。司机开到路口摇下了车窗，他的脸上写着“我是毒枭，快来追我”。老头急忙跟上，他的追踪器在炸鸡店停了好几天，现在正跟着那台越野车移动。老头一路追踪到了郊外，信号停住了，他下车观察，越野车早就没了踪影，而他的追踪器被放在了公路中间，上面放着一部手机。老头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戏耍的感觉，对手的实力可见一斑。Yeah. 他们进行了一场谈判，炸鸡叔和毒枭有大仇，他的命必须由炸鸡叔来取，而现在还不是时候。最后两人达成了共识，老头手里拿着一双鞋，奋力地朝着头顶扔去，上面是一根高压线，鞋子被扔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挂了上去。随后，老头驾车离开，来到了几里外的小山头，光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老头拿出望远镜观察着远处，过了片刻，一辆雪糕车出现在了视野的尽头，车上坐着的是毒枭的2员大将卧龙和凤雏。老头放下了望远镜，拿起他的 M40，车子停在了离鞋子几米外的地方。卧龙、凤雏双双跳下车，朝着一处空地走去。老头的镜头紧紧跟随，两人走到目的地，掀开了一个木板。正当他们要把枪扔进木板下的坑里时，老头枪口朝上，两人熟练地卧倒在地。老头再次上膛，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龙凤，调转枪口又是空打一枪。卧龙2指一掐便算出这是猎人在打猎。凤雏表示卧龙说的对，两人放松了警惕，站起身继续他们的工作，买好了枪，放心地往回走去。他们每次过边关时都要把枪埋在这个固定的位置。老头又连续放了几枪，此时两人已经对枪声没有了任何戒备。车子启动了，老头瞄准挂住的那双鞋，一枪打爆，车子恰巧从下面经过，鞋子里的白色粉末全部洒在了车尾部。老头笑眯眯地目送着他们离开。夜空下，卧龙和凤雏仰望着满天星河，2颗星星正在冉冉升起。他们的身后，一群边关警察正在检查那辆雪糕车。一只狗子被牵了过来，狗子绕着车子走了一圈，最后在车尾部蹲了下去。Looks like we got a hit. 几辆警车瞬间包围住了两人。第二天，
毒枭打听起了小黑父亲的生意，他想知道皮具是从哪里进货。小黑察觉到了一丝危险，但是不敢隐瞒，如实告诉毒枭是从墨西哥进货的。毒枭的运输幌子被缉毒局端掉，他想找一个新的幌子来运货，于是便打起了小黑父亲的主意。小黑急忙解释，自己父亲是个本本分分的人，这种事情肯定做不来。但是毒枭不给他商量的余地，他让小黑尽快搞定。正在这时，小编带来一个消息，毒枭的侄子在监狱里闹事，刑期又延长了。毒枭瞬间暴跳如雷，气到犯了心脏病，急忙掏出小药瓶。小黑捕捉到了毒枭的弱点，一个大胆的想法浮上心头。恰巧在慌乱当中，一粒药丸掉了下来，机会来得如此之快，小黑急忙站起了身。小黑找到了他在药厂的朋友小胖，他需要弄到一模一样的通胶囊。小胖不想冒险，但是看在2万块钱的份上，最后还是答应了小黑的请求。几天后，小黑带上了钱，小胖带上了老头，3个人又在老地方碰面了。What's it matter to you? For another for Salamanca, how you gonna make the switch? Hector keeps the pills in his coat pocket. When he hangs up his coat, I'll make the switch. You do this. How you gonna stop them from finding out it was you? Are you trying to tell me not to do this? Hector wants to use my dad's business. My dad is a straight arrow. He won't stand for it, which means he goes to the police, which means he's a dead man. And that's not happening. You get caught, it could get worse. You don't think I know who I'm dealing with? No, I don't. 老头看了看小黑车子的油箱盖，并没有装上追踪器。他告诉小黑，还有比赛拉曼坦更需要提防的人，而小黑只想应付当前的困局。至于以后的事情，就交给以后处理吧。拿到了通胶囊，小黑开始往里填充一些白色粉末，制作了满满一盒。接下来，他开始练习调包操作。他把一件西装挂在了椅背上，对着镜子确定了手持的姿势，然后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往口袋里扔药瓶。机会只有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否则他和家人都不能幸免。而在这之前，他要保证自己的父亲不会做傻事。小黑告诉父亲，有一个坏人会来接管父亲的店。¿Y quién es este hombre? Hector Salamanca. Salamanca. He estado trabajando para ellos de nuevo. Haz lo que dice y esto terminará por unas pocas semanas. Prométemelo, papá. Por favor. Vete de mi casa. 正直的父亲把小黑赶了出去。小黑已经料到他父亲不会同意，为了父亲的安全，他必须尽快动手。不管前路如何凶险，自己造成了这一切，就必须由自己承担。这个小伙把空调管道凿出了一个坑，里面的高压气体喷射而出，空调出现故障。餐厅里的几人做得大汗淋漓，毒枭终于忍受不住，脱下上衣挂在了椅背上。小黑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他要做一件赌上性命的事情。他从手里的钞票里挑了个豹子号，举起来仔细地端详着。后面的毒枭问他咋回事，小黑回答这张有点问题。在毒枭的示意下，他送过去给毒枭检查。趁这个空档，小黑把手伸进了毒枭的左口袋，可惜里面什么都没有。他急中生智，接过钞票时把手里的一沓全部丢在了地上，俯身捡钱时顺便把手伸进了右口袋。小黑顺利地拿到药盒，别进了裤腰带。他急忙走回自己的座位，回头看了看毒枭。毒枭正把头埋在自己的账本里，并没有发现小黑的异常。小黑从下面的钱包里拿出了事先备好的 A、B 盒，A 盒是空盒，B 盒里装了假药。他把毒枭的药一粒粒放进了 A 盒，又把 B 盒里的假药放进了毒枭的药盒里，最后又把 A、B 盒放回了钱包里。做完了这些，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下来的操作才是最凶险的。他拿着药盒缓缓地站起了身。成功了！满头大汗的小黑终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几天后，毒枭和炸鸡叔约到了一起，他们的老板要开电话会，毒枭的运输线被毁，老板决定今后所有生意都由炸鸡叔经手。毒枭怒摔手机，他看着炸鸡叔一脸无辜的表情，瞬间起火攻心，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了那盒假药放进了嘴里。
可能是出于安慰剂效应。小黑期盼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毒枭接连问候了炸鸡叔和老板，然后转身离去。为了夺回自己的地位，毒枭需要一个新的运输线。第二天，他来到小黑父亲的皮具店，把一张张钞票摆在了父亲的面前。他想用皮具店这个合法生意做幌子来运输违禁品。父亲表现得很抗拒，这让毒枭很不满意。小黑从毒枭的眼神里看出自己的父亲必死无疑。他本来设计好了一切，只需要静静地等毒枭犯病就好。但是经过这件事，毒枭随时可能对父亲出手，他等不及了。当晚，毒枭一个人来到了一个仓库，小黑拿着手枪缓缓地跟了过去。这样马上到达门口的时候，一辆车开了过来，小黑急忙收起枪，他吓坏了。来的是大胡子和小店，原来他们几个今晚有任务，而小黑也给自己的出现找到了顺当的理由。毒枭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与此同时，外面又开过来一辆车。上次毒枭和炸鸡叔闹得不愉快，老板今天派代表过来交涉。显然毒枭的气还没消，他掏出假药，一股脑全部倒进了嘴里，紧接着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这一倒，他再也没能站起来。不可一世的枭雄，曾经当着炸鸡叔的面一枪崩了他的挚爱，没想到最后败在了自己的小弟手上，然后对他的仇人做起了心肺复苏。他不能让毒枭这么轻易挂掉，这样对他太仁慈了。小黑这边，他趁着其他人处在慌乱中，悄悄地捡起了地上的假药。片刻后，毒枭被推上了救护车。护士想了解毒枭的用药情况，小黑把口袋的真药拿给了护士。炸鸡叔在一旁看着小黑，深邃的眼睛仿佛已经看穿了一切。一通电话让炸鸡叔走到了一边。小黑的口袋里还有一盒烫手的假药，需要赶快处理掉。他看到几米外的一个残破的井盖，于是从口袋里掏出药盒，小心地靠近。但是炸鸡叔很快打完了电话，他告诉小黑老板的代表想见他。小黑只能再次把药放进口袋。几人来到炸鸡叔的货仓，小黑紧张得满头大汗，但是他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代表只是想嘱咐他们一切照旧，不要受毒枭事情的影响。这一晚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去了。他来到一座桥上，把药盒远远地扔进了河里。他多么希望一切麻烦都跟着药盒一起冲走，但是远远的有一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是炸鸡叔的手下大罗。毒枭中风躺进了医院，医生对他的两个侄子说，多跟病人说话有助于唤醒他的大脑。卤蛋兄弟这辈子都没说过2句话，对他们来说这比杀人难多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刚刚进来的2人。小便对大哥的位子虎视眈眈，当然不会放弃这个表现的机会。他上前一步， Se ve bien, don Héctor. Muy bien. Los doctores lo van a mejorar. 小黑看着被自己害成这样的毒枭，一字一顿地说 Va a superar esto. Y está más fuerte que nunca. 其实都是在说给自己听。当晚，2人来找炸鸡叔拿货。小便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跟小黑提议比平时多拿1包。而在10分钟之后，他将为这个决定付出惨重的代价。炸鸡叔的可怕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小便迈着嚣张的步伐走进了仓库，桌子上摆着5包货，他表现出一副狠人的架势，说要6包。大黑和大罗显然不吃这一套，他们表示老毒枭都躺医院了，谁给你的勇气？小黑也算是个狠人，他直接拿出了枪，果然枪比嘴好使。大黑使了个眼色，大罗又给他们扔了1包。小便夸他们懂事，然后装包离开。That's how you do it. We had them pissing their pants. 牛皮还没吹完，一个塑料袋扣在了他的头上，小黑也被大黑控制在了一边。没想到炸鸡叔竟敢这么做，小黑心里无比的恐惧，而炸鸡叔接下来的话让他的恐惧达到了顶点。I know what you've done. The Salamancas, they do not.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From now on, you are mine. 完了，被彻底拿捏了。老麦对他说过，有比塞拉曼卡更可怕的人。小黑现在才明白，原来说的就是炸鸡叔。小便已经停止了挣扎，而小黑从此刻开始生不如死。一个男人拖着一根铁链把他横在了公路上，然后走上车，一脚油门向着铁链冲去，4只轮胎碾过铁链，砰砰全部爆掉。男人握紧方向盘，一路火花带闪电，最后停在了路边。大罗从车上走下来，静静的等待。后面的车上伸出一只大手，从车窗往外扔着玻璃渣和弹壳，扔了一路。
停在了前车的后面。大黑下车走向了大罗，前车的后备箱，小便静静地躺着，他被搬到了驾驶座。大黑和大罗开始从车外疯狂射击，此时小黑也从后车里走了下来。他看着好兄弟被打成筛子，却只能感叹命运不公，问君能有几多愁。小黑只想来杯二锅头。两人打了整整2发子弹，该小黑上车了。他没有丝毫犹豫，走上车又看了一眼好兄弟。小黑被这伙人抓住了把柄，为了合理的回到原单位，他们必须伪造这个火拼现场，不然小编的死没办法解释。小黑艰难地走下了车，他捂住伤口朝前走了几步，回头刚要说话，大罗又是一枪打在了他的腹部。大黑人给他一个电话，小黑颤抖着拨了出去。过了片刻，一辆车开了过来，车子上下来2双皮鞋，他们检查了一会火拼现场，最后在草地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小黑。小黑被抬上车，他拼尽最后的力气说出了一伙倒霉鬼的名字。过了几天，小黑带着卤蛋兄弟来到了倒霉鬼的营地，他拿出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告诉他们戒备森严，需要带更多的人来。兄弟俩互相看了一眼，下车拿包，然后直直地向营地走去。小黑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已经秒掉了看门怪，4只手，4把枪，开始刷起了款本。小黑看准时机，此时不问经验更待何时。想到这里，他一咬牙跟了上去。他在路上单吃了一个落单的，然后急忙向里跑去。他赶到时，二哥已经被几个后援困在了屋子里。小黑举起枪缓缓地靠近，但是一阵腹痛，终究是没力气开枪。他咬牙想要再次起身时，大哥出现了。大哥用眼神肯定了小黑的英勇奉献精神。战斗结束，二哥拿着一包货走了出来。这里的一帮倒霉鬼到死都不知道这俩货是因为啥。其实这一切都是炸鸡叔一手安排。他把本该给卤蛋兄弟的货偷偷卖给了这伙人，又把小编的死伪造成杀人越货的模样。两兄弟一气之下端掉了他们的老窝。夜晚，小黑给炸鸡叔汇报情况。炸鸡叔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埋下了小黑这颗定时炸弹，他会在特定的时机给塞拉曼卡家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毒枭中锋刚刚恢复意识，浑身上下只有一根手指能动，医生正在耐心地帮他做康复训练。此时，一个漂亮的护士端着午饭走了进来，训练还在进行。护士在医生的示意下放下饭就要离开。毒枭不累了，他费尽力气用那根手指弹掉了水杯。护士听到声音，急忙回头收拾。医生对毒枭的康复效果很满意。当晚，他来找炸鸡叔汇报情况。炸鸡叔为了让毒枭活着看到家破人亡，花重金请来了这个最好的康复医生。医生给炸鸡叔看了今天的录像，他看着毒枭碰掉杯子，便问医生以前有没有过此类的举动。医生回答那个只是无意识的肌肉痉挛。炸鸡叔反复的看了几遍，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以他对这个糟老头子的了解，这分明就是故意的。医生表示，如果是有意识的举动，再治疗一段时间，没准可以让他说话，甚至是重新站起来。但是炸鸡叔觉得是时候放弃治疗了，现在的程度刚刚好，让毒枭重新说话，可不是炸鸡叔想看到的。医生虽然无奈，但也只能选择听老板的话。当地的医生根本没办法让毒枭继续康复，他只能被转送进疗养院度过余生。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晚年却成了这般模样。为了保证这边生意的正常运作，他的侄子拉罗从墨西哥赶了过来。拉罗第一时间来到毒枭这里，毒枭收到了自己退休后的第一份礼物，一个小铃铛。谁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就是用这个不起眼的小铃铛，终结了和炸鸡叔一生的争斗。让毒枭中风的罪魁祸首小黑，他接替了老大的位子。小日子刚刚开始过得风生水起，没想到又一个大佬从天而降。在拉曼卡家族终于来了一个能跟炸鸡叔抗衡的人物。战斗即将打响，小黑意识到自己要继续帮炸鸡叔对付新老大。他回到家，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2张身份证。他本想解决了毒枭，就带着父亲离开这里，但是被炸鸡叔抓住把柄，被迫当起了内奸。炸鸡叔显然不会放他离开。想到这里，小黑又默默地把身份证放了回去。老技师被一个地下工程困了8个多月，他真的挺不住了。此时此刻，他只想溜出去放飞自我。营地里到处都是摄像头，保安24小时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但对于一个老技师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他敢不敢。炸鸡叔花重金从国外请他们过来，
是为了建造一个秘密实验室。他们来时都被蒙上了头，所以根本不知道具体的地理位置。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炸鸡叔还请来了老麦管理这里的一切。老技师的妻子近期会来这个城市，他曾经请求老麦放他出去一趟。老麦当时郑重地警告他，这是不可能的，炸鸡叔不会冒着暴露位置的风险让他出去瞎晃悠，也就是说出去必死。而这个帝国的倔老头偏偏不信邪，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有多危险，所以最后他还是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这一天，老麦来监控室例行检查，他发现有个摄像头出现了坏点。保安告诉他有过几次电压突增，当时屏幕花了20多秒。经过查看，发现还有好几个摄像头出现了这个问题。老头预感不妙，急忙跑了出去。他直接来到了老技师的房间，床上留下了一封信。老技师真的跑了。保安顺着摄像头的路线赶到了天台，路上的门锁都被锯断了，这就是从这里跑的，明显已经走远了。老麦在基地外发现了一个红外线发射器。是柜员什么都不想说，老麦编了一套悲伤的故事。善良的柜员信了这个老头，便给他看了监。老麦在基地监听过他的通话内容，老技师跟他妻子说过好几次温泉酒店。老麦知道了他大概的去向，于是从广告架子上拿了几个温泉酒店的宣传册走了出去。他只要打几通电话，就能确定老技师在哪了。会员处，拉罗盯着老麦的一举一动，他看着老麦离开，也吹着口哨跟了上去。这个老头太损了。他开车行驶在马路上，发现有个人在跟踪他。他面露不屑，不慌不忙地打开了储物箱，里面有把手枪。老头却拿出了口香糖，他拆开包装纸，把口香糖放进了嘴里。前面是个停车场，老头在入口拿了卡片开了进去。后面的卷毛哥犹豫了片刻，也跟了进去。他把车停在了老头身后不远处。老头这边，他又拿出一个口香糖放进了嘴里，但是这个小伙并不想透露任何消息。卷毛哥没有继续追问，恰巧电话响了，小伙转身去接电话。等他挂掉电话回头时，卷毛哥已经不见了踪影，而外星的天花板被移开了一块。得知老麦是在找一个技师，他又从监控里看到老麦临走时拿了几张宣传册，他只要拿走相应位置的册子，打几个电话便能知道老麦的去向。老技师这边，他惬意地在泳池边等待着妻子的到来。服务员走过来告诉他有电话，他兴奋地跑过去接听，没想到是一个男人。卷毛哥假装自己是炸鸡叔的人，拐弯抹角地套老技师的话，他想搞清楚炸鸡叔究竟在做什么工程。但是还没等老技师开口，老麦及时赶到，老技师不情愿地被老麦带走了。他们来到一个郊外，老麦下车给炸鸡叔汇报情况，他想把人带回去，但是炸鸡叔却让他们在原地等待，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老麦极力的想劝阻炸鸡叔，但是炸鸡叔已经不再信任老技师，没办法，老麦只好表示自己会动手，让炸鸡叔放心。老技师仍然想着见妻子的事情，他走过来继续央求老麦，甚至表示要直接打给炸鸡叔沟通。但是他看到老麦越来越凝重的表情，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老麦让他打给自己的妻子，让他尽快回国，那样兴许还能保住妻子的命。为了妻子，他坦然接受了这一切。挂掉电话，他默默地朝前走去。漆黑的夜空下，老麦陪着这个故事的帝国老头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路。这是一个面粉交易点，外面的人收款，里面的人通过管道把货交给客户。一辆车直直地开到了楼下，下来的人不顾阻拦，直直向里面冲去。这个人是新来的老大拉罗，最近有一部分货出了点问题，所以他亲自到各个交易点检查。Okay, so these are okay, but this shit's not ours, man. 总部发出来的货都没问题，拉罗怀疑是负责运输的炸鸡叔搞的鬼。这件事情传到了老板的耳朵，炸鸡叔为了解释清楚，把拉罗和总部的代表一起叫了过来。You may have noticed that some of the product is altered. Gustavo will explain. A man was working for me on the legitimate side of my business. He was supervising a construction project. A German engineer. I think you know his name. Through an oversight, Ziegler became aware of our other activities. The temptation was too great for him to resist, and he stole 2 keys of product. I believe you know the rest of the story.
You know of Ziegler's escape. You know that my man tracked him down. When I discovered what Ziegler had done, I replaced the stolen product with methamphetamine I purchased locally. Some of this inferior product went to your organization. I must apologize. Sincerely. 老工程师出逃后被老麦灭口的事情，拉罗是知晓的。炸鸡叔为了掩盖他建造地下实验室的真相，故意调包了2包货，然后谎称是工程师偷走的，这样灭口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拉罗心想：我信你个鬼！ I mean, you said the German was building something. When finished, this will be the most advanced inline chilling system in the Southwest. A chicken freezer? Chiller. Our product is never frozen. These are Ziegler's men, working from his plans. As far as they're concerned, their leader has gone. 炸鸡叔带他们看了新建的项目，老麦带着剩下的工人专门演了一出好戏。拉罗虽然怀疑，但是也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事情暂时告一段落。炸鸡叔的地下工程不敢再继续，当然老麦遣散了所有的工人。下一步，他要先搞来，然后开车带到了他父亲的家门口。父亲正在打牌，大罗拿上手枪朝着店里走去。 I get it.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me to do. Lalo Salamanca. I need to know where he is going, what he is thinking, what he is planning. I need to know what he's going to do before he does it. Make him rely on you. How? Find a way. I'll find a way. I'll make him trust me. Okay? 是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放在了搞死对方上。一场腥风血雨马上就要到来。这个二傻子伸出双手，在一个管道出口了什么？可是二傻子等了半天，什么都没有。他往里看了看，这时大傻子也走了过来，兄弟俩一起敲管子。后面实在没办法，把小头头疯狂小花叫了过来。几个人直勾地看着小花修管道，大傻二傻还在下面唱起了 rap。小花被带走了，老大卷毛哥和小黑文逊也赶了过来。浩妹稳稳当当地跑过来，一头扎进了车里，领着一个接一个的开过来，马上就要对里面进行强攻，还有差不多一整批货在里面。正当众人垂头丧气之时，车内的几人正吃着爆米花等着看戏的时候，小黑满头大汗地窜了进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了所有的货，交给了卷毛哥。经此一战，这个内奸完全取得了卷毛哥的信任，而正是这份信任，在不久的将来给卷毛哥带来的灭顶之灾。这个被审讯的小伙叫疯狂小八，在汉克的威逼利诱下，他马上就要交代一切的时候，几个人互相嘲讽了一番，然后开始了谈判。索尔为小八争取到了最有利的条件，小八把一些交易点信息透露给汉克。如果消息可靠，他就可以作为线人被无罪释放，汉克会持续保证他的安全。就这样愉快地谈好了交易，很重。而自己的手下小八不仅安然无恙地被放出来，还安插进了缉毒局。不得不说，拉罗这一手牌打得漂亮。了解了情况，拉罗满意地离开了。他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很快就被炸鸡叔知晓了。当晚，那件小黑这枚棋子暂时还不能丢掉，他下令交易继续。这个决定属实让炸鸡叔十分的肉疼。他回到炸鸡店，正当怒火无处发泄的时候，小店长出现了。可怜的小店长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一切，炸鸡叔让他一遍又一遍地刷洗厨具，自己则坐回办公室等着电话响起。汉克这边，他们蹲了一晚上，终于在交易点发现了目标大壮，同时大壮也发现了他们。大壮假装自己受到惊吓，开始疯狂逃窜。汉克凭借自己的直觉超人的警力，成功堵在了大壮的前面。他拿出手枪让大壮下车，大壮缓缓地打开车门，然后扔下车朝空地撒丫子狂奔。汉克两人急忙下车追赶。一路追到了一个肮脏的地洞，他们在洞口犹豫了片刻，终于鼓起勇气进去的时候，目标早已经从另一边逃了出来。大楼的车正在那里等待着。汉克虽然跟丢了目标，但是此行整整缴获了70万的赃款，可谓是大获全胜。此时汉克却眉头微皱，他期待的大鱼没有出现，这让他多少有些遗憾。正当警方庆祝今天的胜利之时，炸鸡叔这边电话终于响了。And the money. Got it. Went down like it was supposed to.
Thank you, Lau. You can go home. 老许。I'm in a war. I need a soldier. So I'm gonna work for one drug dealer killing other drug dealers. That's your idea of a choice. And you are so very different from them? Yes. I am different. Why me? Because I believe that you understand. Understand what? Revenge. 这个老头太牛了，他重新受雇于炸鸡叔的第一天，就打了一手漂亮的反击战。几个月前，他们的对手拉罗为了探查炸鸡叔的底细，杀过一个银行的会员，而当时仅有的一个目击证人并没有看清拉罗的脸，因此警方迟迟没有破案。老头决定帮一帮警方，用警方的力量来对付拉罗。他来到图书馆，那名目击证人正是这里的管理员。老头谎称自己是名私家侦探，想了解那起命案。女人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了警察，不想再被打扰，但是终究没能抵挡老头的苦肉计。下一秒就被老头带进了办公室，深入交流了片刻，老头完全获取了女人的信任。随即，他拿出了几张照片，照片是拉罗的车。女人回忆了片刻，好像在现场见过。虽然有些拿不准，但是他相信面前的老头不会骗他。于是他再次联系了当时的警探，把这个线索告诉了他。下一刻，有一份匿名线索被送到了警探的手里。拉罗在杀人当天跟踪过老头，还在停车场撞坏了栏杆。老头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了警方，他警惕地拿出手枪，可是一辆接一辆的警车包围了他。拉罗自认打不过，便放回了枪，老老实实交出了车钥匙。拉罗被指控谋杀。但是有困难找索尔是他们一贯的准则，因为警方的证据来源不可靠。索尔争取到了保释的机会，但法官给出了一个不太可能办到的金额，700万美金。索尔的眼里这是不可想象的，显然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拉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不差钱，但是钱都在境外，需要一个人到边境帮他去。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索尔的身上，索尔呆呆地愣在原地。自己奋斗了半辈子，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租不起，而这些人拿出700万现金，眼睛都不眨一下，这给索尔的三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自此，他也迎来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厚重的大铁门被推开，卤蛋兄弟走进了堆满现金的密室。他们把手提包放在了桌子上，开始往里装现金。两兄弟动作出奇的一致，装满了整整700万，把包扔上车，开车离开了大本营。此时7米外的门帘后，一个光头拿起了电话，这一大笔钞票想平安送到法院，显然不会太轻松。索尔靠在老爷车上，静静地等待着跟卤蛋接头。一辆车开了过来，他整理了一下西服，嘴里反复练习着墨西哥语，但是卤蛋兄弟没给他说话的机会，把包递给索尔，转身就走了。索尔跟着小许肆意地在荒野上驰骋，这辆700块都值不上的破车上却装着700万美金。一辆越野车缓缓地接近，索尔挥手示意让他超车，但是后车根本没有那个意思。紧接着，迎面又开来几辆越野车，索尔大感不妙。果然，一群持枪的大汉走了下来，他缓缓地走下车，为了保命，他痛快地把钥匙交给了歹徒。可是拿到钱的歹徒根本不想放过索尔。一个歹徒的枪口对准了索尔，在索尔的尖叫声中，一声枪响，索尔没有倒下，歹徒倒了下去。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几个歹徒急忙开车跑了，现场只留下瑟瑟发抖的索尔。不一会儿，老头出现了，他来到索尔的身旁，扶起了索尔。老头是炸鸡叔派来的，炸鸡叔有了新的计划，他要确保拉罗被保释出来，等拉罗逃回墨西哥，再对他一网打尽。老头和索尔开着现场唯一能动的车子离开了。可是没一会儿，车子就抛锚了，两人把车推下路边，在荒野上步行了1天1夜。第2天傍晚，手机才终于有了信号，炸鸡叔派人把他们接了回来。索尔顺利地把700万保释金送到了法院，拉罗被放了出来。出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逃回墨西哥，他邀请自己最信任的手下小黑跟他同行。一切都如炸鸡叔所料，他安排的那间小黑终于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小黑即将要做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情，毫无防备的一家人还热心地招呼着这名来客。拉罗视小黑如兄弟，而这个小黑却是他的对手炸鸡叔安排的内奸。他此行有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给拉罗的家族致命打击。他来到洗手间，拨通了炸鸡叔的电话。Hay un portón en la parte de atrás del lugar de Salamanca. A las 3 de la mañana esta noche. Quítale el candado. Ábrelo. Lárgate de ahí. Tiene por lo menos 7 hombres aquí, pero también hay varios ancianos que nunca le han hecho nada a nadie. 深夜，他用易拉罐做了个万能钥匙，然后偷偷摸摸地溜出了房子。万万没想到，拉罗独自坐在院子里喝酒。小黑强装镇定，慢慢走过去，坐在了拉罗的旁边。两人喝着酒聊了起来。拉罗把小黑当成了半个家人。等回到北边，准备把生意交给他来打理。小黑内心很痛苦，为了不让父亲受到炸鸡叔的伤害，他必须伤害眼前这个兄弟。眼看时间快到了，小黑提议进去再拿一些酒，随后便急忙跑进了厨房。他往平底锅里倒满油，打开了燃气灶，然后拿着酒走了出来。两人刚把酒倒上，厨房里已经烟雾缭绕。拉罗骂骂咧咧地跑了过去，小黑见机迅速跑到后门，他用万能钥匙撬开了门。门外一个武装小队在等待着。小黑说出了拉罗的位置，然后自己撒丫子跑了。拉罗以为又是小弟偷偷在厨房吸烟，正在训斥他时，窗外探出一个人头。拉罗急忙蹲下爬到了门后，他拿起那锅沸腾的油，静静的等待。杀手靠近，他把油全部泼到了杀手脸上。刚放倒一个，又一个杀手走了进来。拉罗急忙跑到浴室，打开了浴缸地下的秘密通道。他钻进密道，本想关上门，但是转念一想，有了更好的主意，于是敞开着密道，自己疯狂朝里面爬去。过了片刻，院子外的草地上，一个暗门被打开，拉罗从里面爬了出来。他没有向外逃跑，而是拿起枪又走向了院子。杀手们在浴室发现了密道，两人跳了下去。有一个人在外面守着，下一秒，拉罗突然从背后出现，一枪崩掉了守门人，然后把头探进了密道。直直的通道没有任何掩体，两个杀手毫不知情地爬行着。拉罗捡起地上的 M4，脸上被泼油的杀手艰难地在外面爬着。拉罗走出来按住了他。杀手根本不知道背后的雇主是谁，但是拉罗已经猜到了。他让杀手拿着对讲机放出自己被杀的假消息，从今以后自己将在暗处展开复仇。他转过头看着刚刚跟小黑一起喝酒的地方，眼神里充满了杀气。整个院子除了拉罗无一人生还，他仿佛受伤的野兽，凶狠又愤怒地走向复仇之地。